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起翘的原因啊。很多宝贝的话，在操作完水彩之后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两侧这个位置率先有哪个位置起皮了，或者是从这个中间哪一个位置水彩像是爆皮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小颗粒状啊，像我的这个位置就呈现出来是这个感觉哈。这个死皮还用上了，就是不小心粘到了就是这种感觉，它是从这个位置像是开花一样，然后整个一点一点去开花的那种状态，或者说是整个一张接下来就是封层一整张接下来了，这种的话都是属于它起翘的原因。那这个原因具体有分很多种其实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有或多或少的去给大家去提过。首先的话，首当其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磨砂封层包边了。磨砂封层不能包边这一点老师在前2节课程给大家说过。磨砂封层它的照灯时间也是是看一下我们的磨砂封层是否包到边了。再一个就是照灯时间，对吧？照灯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不行。照灯时间太短的话呢，它会导致于像是那种上面有一层油脂还没有化开的那种现象。照灯时间太长的话呢，我们的话水彩操作完毕之后就是它完全就是已经固化的特别透彻了。水彩在上面操作完之后，水彩本身没有问题，但过后再去包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那所以说照灯时间我们要准确的掌握好，就像老师说的60秒钟左右的一个照灯时间这一点一定要记得。那么我们在磨砂封层上就不过多去强调了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操作水彩期间老师是按照这个流程去给大家去捋一遍我们整个水彩的这个操作起来为什么会起翘，对吧？按照什么去捋呢？就按照我们整个操作水彩的时候它的这个操作流程去捋这个顺序首先的话跟底色肯定是没关系的，从磨砂封层开始才会涉及到我们要操作水彩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水彩没晾干，这个时候开始操作水彩了，对不对？水彩没晾干，水分过多，还有一点就是说颜料过多。颜料过多这一点我们在那节课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同样的取水量之下，我们在一个颜料调色盘当中取了太久了，就是我们的笔毛就这一点，但是你取出来本来是应该这么小的一个量的颜色，但是你取出来了这么多，所以它的那个颜料在我们的指甲上面是不能很好的去操作的，也就是操作完之后你可能看着没什么，但是后期它是容易起皮的，容易跟我们的这个上面那层胶是容易分层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取黑色的时候颜料可以说不能说过多吧，应该说过浓，过于浓厚了。这一点我们再给大家去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这次我拿黑色去取蘸了一点水分之后，然后蘸了特别多的黑色颜料，就是它本来这个状态其实已经可以了，但是你觉得它不够黑，不断的去蘸，然后导致于我们整个指甲面上再去画这个水彩颜料的时候，它都能说是堆出高度出来了。因为正常我们的水彩在操作的时候它是非常轻薄的操作完之后的话它干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么多的颜料的话，首先先不说它干的速度的快慢你都能把这个水彩咱给它堆出厚度来了，它都恨不得要跟彩绘胶一样的厚度了。这种情况下它是一定不牢固的
即便你觉得它干了，它也里边是没干透的，没真正干透啊！你要等它完全干掉，你要等到甚至于说是达到半分钟或者1分钟的时间，它才能完全干透。而且这种是不好掌握的啊，具体它干没干透你也不好去做测试。一抹它容易就是说用力去按的话，那容易沾上手纹。直接去包的话，你可能觉得因为它表面这个时候已经干了，所以你去包的话也觉得好像干了没啥，我也没有颜料去蹭下来，对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那我们可能就是几天或者1周的时间，它这边就爆皮了，起皮了，整个它会分层了，上面的这一层包着的胶，它会呈现出来那种透明的状态啊。看它现在干了之后的状态是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是太浓了啊，太粘稠了的感觉，不要这样啊，一定不要这样。这是我们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水彩操作到边缘的位置了啊。也就是说，它可能太靠近于指甲后缘，太靠近指甲两侧，太靠近指甲前端，整个包过来了啊，水彩包到边了，翻译过来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肯定是不结实的，即便它晾干了，对吧？那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包到边了。其实这一个的话，就是很容易啊，在操作晕染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去给它进行一个解决，对不对？其实翻译过来，也就是我们的水彩包到边了的同时，没抛膜，对吧？你没有做到，就是说我的整体操作水彩里面第4个步骤就是抛膜的动作。没去抛膜，所以说它才会造成不结实、不牢固、起层、起翘这样的现象。那么由此延伸出来啊，抛膜不到位，也会造成这个不牢固的现象啊。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整体用水彩去打底了。然后的话呢，已经操作到边缘了，但是你抛膜就随便意思2下就打磨2下就完事儿了，对吧？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水彩操作可能是多层次的，可能要达到2层、3层，对吧？尤其像有一些那种，这个款式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在做的时候啊，我不确定我下一层要上什么颜色，我怕它会破坏掉我前一层，所以我一遍一遍的上磨砂封层。这个时候它是非常厚的，厚的情况下，那你说我就简单的用海绵搓细面，轻轻打2下，那跟没打也没有太大区别啊。那所以说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抛膜做到位。那所以说这个我当时在最后包裹的阶段的话，我是用海绵搓的粗面，很细致的啊，给它整个转圈去磨了一下的，然后我才包的底胶啊。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啊，一定要抛到位置。那还有一点啊，抛膜啥的都到位了。你说磨砂封层我也操作的也对呀，也没包边呀，照灯时间也差不多，水彩我也做的颜料适中，也晾干了啊，我甚至晾了好几分钟，我也磨了，磨的也挺好。那为什么就还是那个起翘了呢？也有可能是我们下一个步骤出了问题啊。抛膜完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底胶包裹，对吧？那我们就第4点了啊，底胶会容易出什么问题啊？底胶没包边。很多宝贝的话，在操作水彩的时候，磨砂封层啊，你会一遍一遍的。你看我在直播间里面有教给过大家，我就每次操作的时候会强调磨砂封层别包边，别包边，别包边。那有的时候宝贝可能养成习惯了，到包底胶的这一步骤的时候，它也没包边。你可能在做色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你做水彩的话不行，底胶一定要包啊，把整个水彩都给它包裹进去，包到位，它才能说很结实。啊，没包边是一点，没整个包裹住也是一点。为什么说会出现这个词啊？那你说涂就涂了，怎么还能出现说没整个包裹住呢？很多宝贝在涂胶的时候是比较快的啊，就是比较就是松散的那种啊。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哈，就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小山水去包一下啊，
包这个吧，把这个擦掉。这个还挺难擦的，看，因为刚才上的这个黑色颜料特别重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还会引发一个现象啊，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现象，先来包一下。有的时候大家在涂的时候就特别的取胶量特别少啊，然后所以在涂的时候它就是大概差不多可以了啊，但实际上啊，你去看边缘它没有整个包裹住，对吧？这个时候它不是一条完全的直线，两边的位置没有包住，它还有遗漏的啊，上面的胶还在，底下的这个色胶还能看见隐约的这种刷痕，对吧？这一边也是，因为它这个取胶量太少了，再一个就是涂的时候完全它不看啊，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就是整个没包裹住的问题。那它也会延伸出来一点什么啊？就是取胶量太少的问题。取胶量太少，所以也会导致我们整个不能完全的涂刷上去啊。还有一点，比它相反的一个就是取胶量太多啊，它也不行。因为底胶的话，涂的太厚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结合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底胶一般我们都是涂的是比较适中的，或者甚至于说我们涂在本甲的时候是要求底胶要薄涂的，对吧？所以说它过厚的去堆积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底胶过厚的去堆积？你看我的这个刷子啊，再去给大家演示一下，看到没？都这样了啊，恨不得要滴下来的程度了，我就生怕这个水彩，哎呀，我不结实啊，我可得厚点涂，对不对？恨不得把它当成像加固一样去涂啊，就涂到这种程度了。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个情况下它也是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结合力了，而且再有一点，底胶的流动性基本上会比较稍微大一点，所以它会向两侧去流淌，它会流到甲缝的位置啊。那你可能在做穿戴甲的时候会造成两边过厚中间薄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也是会不结实啊。所以说取胶量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关键。那刚才我有说过一嘴啊。提过一下，它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水彩的一个修改，对吧？我们在整个操作水彩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是需要去做修改的。这个修改可以是说嘛，局部去修改，整甲面修改，或者说拿一个棉片去擦一下边缘。不管怎么样修改啊，修改的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酒精，对吧？酒精它里面也是含有水分的，这个。我们在做修改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整甲修改完之后，它酒精上面有水分，这个时候要等到它完全挥发掉，你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把水彩的颜色重新再上来，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再去包裹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原理啊。假如我们在包裹之前，我还是拿这刚才那个上一节课那个蓝色来举例啊。假如我们是在包裹之前刚刚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改啊，就比如说，这个画面这个位置不太行哈，我拿一个棉片，沾着酒精，把它擦掉了啊。擦完之后，我觉得剩下这个画面可以了，然后我就直接去包底胶了。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呀？酒精在上面没挥发掉呢，看。它还是一个半干的状态下呢，然后直接我们这个时候去干嘛？直接就去包了。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现象，也就是上面有水分。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水彩在甲面上还没晾干，你就直接包了，是一个原理啊。也就是跟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要等到的是水彩修改的时候，修改完之后，你要把上面的酒精的水分完全挥发掉。之后再去包裹啊，这一点我们就不写了啊，可以大家自己去记录一下就可以了。那操作完这个步骤啊，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啊？还是关于底胶的，因为底胶做完之后就是封层了，封层就是跟那个水彩咱就没关系了，对吧？
还是底胶会容易出现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底胶照灯时间太短。它有可能是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啊有给大家就是讲这个选择包底胶的这个包裹水彩的这个底胶上面，有给大家讲过，它的一个照灯时间是60秒为准的，对吧？很多宝贝，如果说是大家着急，然后不小心把这个底胶照的，就是照一会儿，可能10秒、20秒、30秒就拿出来了，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没有完全照透，这种情况下啊，你就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封层了，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整个水彩不结实、不牢固啊。那么到它为止才算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流程啊，就是整个起翘的一些所有的原因。好了，那这节课就到这里啊，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